派门，我不做人啦！只听我大吼一声，就钻进了龙的体内。各位好，我是小龙人提瓦特地理。原神 5.0 的前瞻结束了，本次前瞻呢，应该说是原神历次前瞻中改变最大的一次。对于一直留守在提瓦特的玩家来说是个好事儿，对于一款4年的老游戏来说呢，也是好事。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本期带来原神 5.0 的前瞻总结和解读。在第一部分，按照惯例为我们介绍了纳塔的情况。那总结起来，纳塔是一个强调机动性的国家。目前登场的3位新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移动方式。卡奇娜可以理解为齐凉凉的 Plus 版本，能够乘坐自己的小陀螺进行移动和攀爬，也能脱离陀螺人机分离进行战斗。马拉尼能够骑着他的涂鸦鲨鱼，在地面、水面以及液态燃素上进行快速移动。可以看到，这个液态燃素的设计呢，其实就是 3.8 夏火地图出现过的呼呼飞车的这么一个玩法。基尼奇能够放出钩索，行动方式 be like Spider-Man， 而他的战斗方式也十分特别，可以围绕着原魔转圈圈。那我个人会更喜欢基尼奇这个角色，除了小哥长得比较帅以外，更因为他是一个有 Z 轴的角色。那就目前来说，原神中移动方式涉及 Z 轴的角色还比较少。那对于大世界来说， Z 轴是一种很好的乐趣上的补充。那除了角色特别的移动方式，纳塔还提供了附身的玩法，玩家可以附身到纳塔的龙身上进行移动探索。目前 5.0 开放了3种龙，希望在未来真的可以做到在天空自由翱翔吧。而和枫丹相同，纳塔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机制夜魂。从圣遗物上来看呢，这个机制会给角色带来非常大的增强。那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接下去的原神就不是一个纠结数值高低的游戏了，战斗中的策略运营会更加重要。也说不定火神的设计就可以给老角色附上夜魂，带领大家一起富裕嘛。那说到火神 PV 里燃烧头发的设计，深得我心。那总结纳塔的这一趴，我预测纳塔的大世界可能会比枫丹有趣一些。一方面是枫丹水下虽然梦幻，但是玩法上是比较单一的，确实不如在地面的时候角色有各种各样的技能，能打元素反应来的多样有趣。另一方面是角色特殊的行动方式和纳塔本地龙的附身玩法，丰富了玩家可操作的空间。那这些新机制配合大世界的挑战，可能可以优化一下大世界跑图探索战斗的体验。而在卡池的安排上， 5.0 的上半是鲨鱼妹马拉尼和光速复刻的叶天帝，谁想到叶天帝居然来得这么快。下半呢是纳塔最帅的小哥基尼奇和雷电将军。这一次雷电将军的复刻时间也是从.3版本突袭到了.0版本。那么我问题啥时候复刻嘞？说完纳塔，接下去的前瞻基本就是关于游戏优化方面的内容了。在养成相关的优化上， 5.0 通过祝圣之霜兑换圣遗物可以进行主副词条的选择。祝圣之霜这个道具呢，可以通过分解高品质的圣遗物和纳塔探索白嫖，然后角色的传说任务在限定时间里完成，能够额外获得养成的材料和原石，快速的升至60级。接着是大世界部分原魔材料的掉落概率上升，再配合大世界冒险等级上升到9，掉落的可能会更多，但是到底掉落的多不多，要实际的体验一下才知道。在采集方面，这次可以圈出特产的位置和剩余的数量，终于不需要再对着米游社大地图去找了。接着是角色获取和福利方面的优化，继海灯节璃月自选4星以后，周年庆可以自选常驻5星了。虽然常驻5星对于部分玩家来说是价值不大，但对我这种零氪玩家来说，一年也抽不了几发，也玩不到几个，迪西亚终于可以一命了。那么说到抽卡，这次增加了捕获光明机制，让小保底整体不歪的概率提升到了 55%。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重点是这个机制它不影响大保底，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原本小保底大保底，现在是小保底没歪，然后接着大保底。而武器的定轨值呢也变成了1，所以成本是实打实的下降了。但至于能不能改善玩家的抽卡体验，没体验过就没法评价嘛，我们也只有等到上线之后才知道。最后就是纳塔的主线和上面提到过的传说任务、部族要闻这些剧情相关的内容，限时完成可以获得额外的原始奖励。对了，还有一个 H5 的喝彩活动，那么大家要加油，毕竟我是个摆烂人，我也不想拿不到这些白嫖的4星武器，你懂的。那么在前瞻结束前，大伟哥说，过去半年他和原神都经历了迷茫、焦虑。走访调研后，认为原神唯一不变的就是对旅行者的陪伴，其他都能变。那么作为玩家，各位留在提瓦特这一方大陆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论玩法，我相信新游戏更有新鲜感和吸引力。论福利，原神肯定也不是最好的。论口碑和舆论，
我相信喜欢玩原神的玩家，在过去的半年里也都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压力。我觉得只有找到这个原因，玩家才能玩得下去吧。那 5.0 的前瞻开了一个好头，但是前瞻很短，旅途很长，接下去的道路就让游戏体验来说话吧。